福生无量天尊，道有慈悲，贫道贤真，在此与诸位结缘。在前几章中，老子已经逐步为我们勾勒出他所理解的宇宙秩序与人之行为应有的原则，而到了第12章，他笔锋一转，进入了对感官与欲望的批判。这一章文字简短，意象却极为鲜明，其中五色、五音、五味、驰骋田猎、难得之货这些元素看似日常，其实内藏玄机，是老子对感官世界与欲望机制的深度剖析。我们先来读原文：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舔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父，不为目，故去彼取此。从文本结构上看，这段话有2个部分，前面是5句排比句，集中表达了感官刺激如何扰乱人的身心平衡，而最后2句则提出圣人之道的取舍之术，即取实而舍虚，重本而轻末，回归内在的清明。我们先从首句说起，五色令人目盲。所谓五色，是古人对色彩的基本分类，通常指青、赤、黄、白、黑，这其实也是五行系统的一部分。在视觉感官上，色彩愈加斑斓丰富，人的注意力就愈加容易被吸引、被转移。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也可以感受到这一点，比如走进一个五光十色的商场，或者置身于霓虹闪烁的街头，很容易感到眼花缭乱。老子在这里所说的目盲，并非生理上的失明，而是指心智上的遮蔽。当人被过度的视觉刺激牵引时，就容易失去对事物本质的判断力，只见表象而不见本质。第2句，五音令人耳聋。五音是古代音律的基本元素，音乐本身固然是一种美的呈现，能够陶冶性情，调节情绪。但老子指出，若沉溺于五音的繁复变化之中，也会扰乱听觉的清明，从而使人耳聋。这里的耳聋和目盲一样，是比喻意义的，强调的是人对外界刺激的沉迷会导致对内在之道的失听。换句话说，耳虽然还在听，但心已经听不见了，丧失了与万物之间的自然共鸣。紧接着是五味令人口爽。五味是指酸甜苦辣，咸是味觉的基本元素。人对味觉的追求本是天性，但一旦沉溺于精致美味之中，就容易失去朴素的口感判断，最终令口爽。这个爽不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舒服或痛快，在古汉语中有麻木、迟钝之意。也就是说，当味觉被强烈刺激所支配时，人的口舌便会失去敏感的感知，进而影响身体整体的平衡与节制。第4句是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驰骋是奔跑奔驰，田猎是打猎，是古代贵族男性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强烈的征服性和竞技性。在这里，老子把这2者并列，意指一种过度的刺激与放纵，它会直接作用于人的心性，使人心发狂。发狂这个词用得非常重，它不是一般的情绪波动，而是指人的内在秩序被打乱，理智失控。在当今社会，这种情况也不少见，不妨对照一下现代社会中的极限运动、赌博、奢华的消费竞赛、沉迷虚拟游戏等等，这些现代版的驰骋田猎，也都可能导致心智上的极度波动，甚至失衡。然后是难得之货，令人行妨。稀有的东西，古人称之为难得之货，越是稀有，就越被人追逐。而一旦人心为稀有之物所驱动，行为就会变得不择手段，甚至逾越道德规范。行妨的妨可理解为阻碍、干扰，也可理解为违法、妨碍他人。老子指出，物以稀为贵的心理机制会直接诱发人们的占有欲、比较心和竞争欲，最终使人行差踏错，违背本心。以上5句层层递进，从视觉、听觉、味觉到行动和价值取向，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感官与欲望的网络。
老子用最简洁的语言揭示出，当人的生命经验过度依赖于外在感官刺激时，人的心性便容易迷失，而感官的满足越是膨胀，内在的空虚感也就越强烈。接下来我们看最后2句，是以圣人为父，不为目，故去彼取此。这句话是对前面内容的总结和回应，也是老子提出的解决之道。父象征内在本体根本是生命之所系，而目则象征外在表象感官。圣人选择为父不为目，就是强调应以内在的真实需求为本，不被外在表象所惑。故去彼取此中的彼，指的是前文中所列的感官刺激与物质诱惑，而此则是指内在的安定与本真的生活方式。这句话非常关键，它不仅是对五感诱惑的反思，也是对价值体系的重新排序。老子通过去彼取此这一取舍机制，传达了他对生活之道的核心理念：回归本真，去伪存真，以简御繁，以静制动。从心理学角度来看，老子的这段话与现代认知负荷理论和感官疲劳的研究不谋而合。当一个人长期处于强感官刺激的环境中，大脑会逐渐适应甚至麻木，从而需要更强烈的刺激来维持同样的兴奋度。这种机制在成瘾行为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而老子的智慧正是预见了这种机制的危害，主张通过简化生活、降低刺激来保全人的心性。值得注意的是，老子并非主张对感官世界的全然否定，他并没有说五色五音、五味本身是恶，而是指出当这些成为主宰人行为的核心动力时，才会带来盲聋爽狂放的问题。因此关键在于节制与调和，这也正是道所倡导的无为而无不为的精神体现。不人为的添加，不被外物所役，顺应自然节奏，让每一个感官保持适度的开放，而非极端的追求或彻底的封闭。进一步的，我们可以看到老子的这一章其实是在为一个更大的命题铺路，那就是如何面对纷繁复杂的世界时，保持内在的清明与平衡。这种状态既是自我保护，也是对外界的一种回应策略。就像他前面提到的，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一个真正的智慧之人，不是远离尘世、拒绝感官，而是知道什么时候该接触，什么时候该抽身，保持一种从容不迫的自在姿态。如果我们从社会制度和文化发展的视角来审视这段话，它也可以被解读为对社会过度物化、娱乐化、消费化趋势的一种预警。在一个处处强调视觉刺激的时代，在一个人们用声浪和短视频填满一切空隙的环境中，老子的去彼取此显得格外冷静和深远。他的提醒不仅适用于个体的内在修养，也适用于社会的制度建构。如果一个社会只奖励那些制造感官快感的人，而忽略了那些专注于本质建设的人，那么他迟早会陷入自我膨胀与内耗。从教育的角度讲，这一章也提醒我们不要以刺激为主要教学手段。如今的教育常常陷入视觉吸引力的陷阱中，过度依赖视频、动画、声音与图像，而忽略了思维本身的逻辑构建与内在理解。老子的五色令人目盲，就是对这种倾向的极有力批评。说到这里，不妨再回头看看这一章的篇幅，它只有6句，但每一句都如重锤击心，每一层逻辑都深入感官与欲望的机制层面。它不是道德上的批判，而是对人性结构的揭示，不是命令，而是揭示因果。正是这种深沉而冷静的洞察力，使得这一章在今天依然值得反复咀嚼。那么在讲完这章之后，我们要思考的是，如果五感本身容易令我们迷失，那么我们要如何找到一条更真实的路径？老子接下来要谈的就是关于宠辱的态度，他要带我们进入更深一层的人性机制，不再是感官层面的刺激，
而是社会层面的评价体系。人在被爱、被宠、被辱之间如何维持自我，这一点将在下一章为我们揭示。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感悟。道德经的智慧应该被更多人看见。关注频道，我们下期再见。